大家好，我是量化西红柿。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币安的现货交易。我看到有朋友说我这个更新有点慢，是吧？这个的确是有点慢啊，主要还是这个订阅人数太少了。因为做视频博主嘛，是吧？这个订阅数是这个视频受欢迎程度的一个直接反应啊。所以说每次一上来看到100来个订阅，是吧？我这心里就哇凉的。的确会影响到这个更新的积极性。因为大家都是做投资的嘛，是吧？就是说做事情都会考虑这个性价比和这个机会成本。目前这边的话，离这个油管的广告分成门槛还是差得太远了啊，连零头都不到。如果说达不到它这个广告分成门槛，是吧？那么相当于我的收益就是零啊，1分钱的收益都没有。而且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嘛，是吧？那么相比之下，我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分配到自己的这个投资策略的优化，或者说是这个程序逻辑的优化上面。其实可聊的东西真的挺多的啊。就是说，如果说把我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分享给大家的话，我觉得说录100期都不一定录得完的。如果说真的频道能够产生较为可观的收益，是吧？那么我甚至可以做全职投资啊。到时候可以天天给大家录视频，是吧？甚至可以说开直播跟大家聊市场。所以说订阅数的多少，是吧？的确会影响到我更新的积极性啊。当然了，更新是有点慢，是吧？但是我还是会持续更新的。同时也是感谢目前这些订阅了频道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后面真的频道成长起来了，是吧？那么也会给这些早期的支持者一定的回馈啊。在频道刚开始的时候，我甚至考虑过一个所谓的频道共同成长计划，但是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几乎不可能啊。所以说这里我也不再详细的说这个什么频道共同成长计划的一个详细的内容了。目前我感觉大家做投资，是吧？或者说大部分的投资者，不管是做数字货币还是做股票啊，我估计很多人都是每天就是只要有时间，是吧？就盯着那个手机 APP， 而且只看那些短周期啊，比如说30分钟，甚至5分钟，是吧？然后也只看那些热门币，然后呢找机会，是吧？感觉机会来了呢，就下重注啊，开高倍的合约，玩的就是这种心跳和刺激，是吧？像我这种一个合约开半年以上，那倍数又比较低，是吧？对他们来说是一点也不刺激，没有可玩性啊。因为都是程序在操作嘛，自己不参与的话呢，这个手里这个心里啊就手痒，是吧？所以说那些分析市场或者说短线行情的视频呢，我看到好像更受大家的青睐啊。都是想找到一种快速致富的方法，或者说寻求这种刺激的玩法，是吧？其实我也有过一段时间是想往这个方向转的，然后就是说比如说隔个2-3天，是吧，录一期，然后一期的话10来分钟就行了。但是后面想想还是算了啊，因为这种短线行情其实是很难抓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靠运气。而且这种说实话，这种做短线投资，是吧？那大部分投资者都是亏损啊，甚至是爆仓的，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投资者，是吧？最后这个赚了大钱。但是即使说你赚了不少，是吧？你短期上赚了不少，但是跟我之前说过一样，在人性的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呢，往往最后，是吧？你怎么赚的就怎么亏回去啊。所以说咱们的频道还是定位在做这种相对中长线的投资上面，然后呢，通过程序来实现这种自动化的这种细水长流的投资啊。另外就是说一下最近的行情，是吧？那 BTC 前几天又创了一个新高。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在反向加仓嘛，是吧？那么我在11万的时候我已经抽掉了1/3，然后下一个目标位是13万，最后一个目标位是15万。那么到15万的话，我就会全部出掉啊。那么我这么说不是说一定能涨到13万或15万，是吧？而是说它如果涨到这个位置了，我会去减仓。BTC 的行情呢，我还是维持以前的看法。另外就是说，如果按照4年一个轮回来推演的话，那么下半年
或者说年底就会进行这个转向啊。目前可能是这个牛市的最后一波疯狂。当然了，历史规律，它不一定会重演，是吧？我只是说，如果按照这个4年一个轮回来推演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会这么发展。目前网上有这种讨论，是吧？那悲观的投资者呢，他就是按照这个4年一轮回来推演的。那么乐观的认为呢，它是不会进入到熊市的，可能后面会有一波幅度比较大的回调，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进入一个漫长的熊市。所以说现在是吧，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也有。那么其实我们这些小散其实你就不用去管了啊，那些其实都是这些大机构或者说大资金他们在做左侧交易的时候要考虑的。我们这种小散户呢，你就按照这个技术走势来判断就行了。就是说不管他们怎么判断，是吧，最终都要落实到这个操作上面。他们一操作的话呢，那个技术层面它就一定会有反馈的。虽然说这种技术趋势，是吧，它有一定的这个滞后性，但是没办法，我这个小散往往都是这个跟着喝汤的角色，是吧？那偶尔也能吃一口肉。这就是目前数字货币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行情吧。另外的话 A 股目前成交量已经在1万亿左右徘徊了，是吧？那个要死不活的市场啊，要不是银行股在那里撑着的话，我估计又是3000点保卫战了。股票这一块，就是 A 股这一块，我基本上每天都是中午午休前打开看一下，看了之后呢，就会昏昏欲睡啊，可以助眠的。其他的不聊了啊，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就是讲这个币安的现货交易。然后上一次我也跟大家讲过，是吧？币安的现货交易它是比较麻烦的啊，就是说，你像这个 API 的申请，是吧？它是这里有个页面啊，就是说怎么去在币安的测试网上做这个测试，是吧？然后它这里讲到的这个这里讲到了怎么申请这个现货交易的 API 啊。那么你点这个，是吧？点这个它就到这里来了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图上也说了的啊，就是说你要用这个 GitHub 去登录的。GitHub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啊点这个登录，用 GitHub 登录，然后它就会进到这个页面里面来啊，你输入这个 GitHub 的账号密码，然后再进行授权，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生成这个 API 了。你看这里他说了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 API key， 是吧，然后你就可以点击这个，或者是点击这个，然后按照这个说明去操作啊，就是你登录进来之后就可以点这个或者点这个去生成啊，然后你就可以生成你的这个测试网的这个 API。下面是现货的，下面是合约的嘛，合约的我们以前讲过了，是吧？合约的它是有这个网站的，你登录进去之后，然后你在这个 API key 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啊，但是它这个现货的话它是没有的，你必须通过这个 GitHub 的账号去登录。如果说你没有 GitHub 的这个账号，是吧，你必须要去注册一个啊。这就是获取 API key 的这个就申请 API key 的这个方法啊。然后就是它的接口文件，是吧？ API 的接口它就是这个地址啊，这些地址我等一下都会放到这个视频的下方。然后也是像以前一样，我们直接把这个文件给下载下来。我还是喜欢用这种文件的方式啊，我不喜欢用那个 PIP 命令直接去安装，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就装的东西太多了，是吧？可能相互之间可能会有一点冲突吧之类的，就是我还是喜欢用这种文件的方式啊，直接把这个给下载下来。然后 API 那一块我也是放到文件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 OKX 的这个现货交易嘛，是吧？我直接把它复制一份吧。然后修改一下名称吧。
这些肯定都不要了，这些都是 OKX 的。然后币安它是没有它的 API， 就一个 API key 一个 secret key 啊，然后它也是放到也是我也是用这个文件来读取吧。然后这些肯定也都不要了啊。然后它的操作标的，好像是怎么写的啊？它的这个就是这么写的啊。看这边下载完了没有？下载完了啊。直接给它解压。然后这里面只要这个我们先不要，把这个复制，给它粘贴进去。这样的话 API 文件就准备好了，然后我们来做一些基本的初始化，是吧？首先就是我们要导入这个 API 啊。就导入这个 API 文件啊，然后我们来初始化它这个客户端啊。这比如说我们叫它就等于 SPO， 然后它这里面拿 API key 是吧？就等于我们的这个 API 啊，然后有个 secret 等于这个，然后同样的，这里如果你要用代理的话，是吧？看一下原来是怎么写的。原来我这里没有写代理啊，是吧？代理的话，我就找一个复制过来。它这是字典形式啊，你用这个字典形式来定义这个代理啊。我就把这个格式写在这里啊，再用 scos 代理，然后就是说你如果有代理的话，你这么写就行了啊。然后这里的话是吧，就用代理等于上面的那个就行了啊。那么我这里搜刮，我这里不需要，所以我直接把它注释掉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是这个它的这个 URL 地址啊，它 URL 地址是哪一个呢？是测试网是这个啊，它有个叫 base URL， 它测试网的地址就是这个啊。那么它的实盘地址呢？实盘地址是
示范地址是这个啊，这个是示范地址啊，这个是测试地址啊。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客户端给初始化好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下面啊，首先也是写这个新建仓或加仓，也是先写这个函数啊。这里我就直接复制过来吧。它要经过这么几步啊。第一步是获取交易产品的基础信息，这都一样的啊，基本上都大同小异。我们下单的话都要获取到一些基础信息啊。然后比如说我们要获取这个下单数量精度，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计算这个下单下多少数量嘛。那么我之前说过，你只要涉及到数量了，那你就要符合它的这个数量的精度啊。然后还要提取这个最小下单数量，最小下单数量是用来判断，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余额不足啊，不足下这个最小下单数量你都下不了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去下单是吧？否则它会报错的啊。然后我们要再提取这个再提取这个最新价格啊，再提取这个最新价格。然后这里我们比如以 USDT 为例吧，如果是 USDC 是吧，你就写 USDC 就行了，我们这里写 USDT 吧。然后就是我们来获取它的这个 USDT 的可用的余额啊。那么这里乘以 0.9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下单的时候用这个余额的多少去下单。比如说你有100个 USDT 是吧？那么乘以 0.9 也就相当于我用 90% 的数量去下单，我还留了 10% 在那里是吧？如果说你想全部下是吧，那你比如说就写高一点就是了。但是我不建议你这么写啊，不建议这么写就是说你全部拿进去下是吧？那等一下它有可能价格波动的时候会造成你下单下不了啊。所以说我们一般都预留一点啊，比如说我们这里写 0.9 吧，演示啊我们就写 0.9 啊。然后再来这样一段代码，这个代码就是说我们拿这个最小下单数量去乘以它这个当前的价格，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我最少需要这么多资金，是不是？我最少需要这么多资金我最少需要这么多资金吧，你才可以去下一个符合它最小数量的一个订单，是不是这个意思？最小下单数量啊，然后接着我们就来判断是吧？如果说这个你的这个 USDT 的余额小于这个需要的最小的金额，如果小于这个了，那就是说这个资金不足是吧？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下单啊。那么它下单怎么下呢？就是用这么一个函数啊。那么现在讲现货交易我都讲的比较快了嘛，是吧？啊，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讲合约的时候我都讲过了啊，就是说这些你怎么去取值是吧？它为什么这么写是吧？怎么去取到这个值的？还有就是为什么用这些方法、这些函数是吧？那么原来我都带着大家都查了文档的是吧？所以说这些你如果不明白的话，你去看以前的视频你就知道是怎么样的了。所以说我现在后面讲的话我都会讲的比较快了，就不会再那么啰嗦的讲每一步是怎么实现的了啊，因为原来都讲过了啊。那么就通过这个函数就下啊，那么这个
标的是吧？标的就是我们前面定义的那个标的啊，就这个标的，比如说我们 BTC USDT 嘛，是吧？然后这个方向啊，方向我们以做多为例啊，所以说这个那币安的方向，不管是这个 buy 还是这个 sell， 它都是大写的啊，都是全部大写的。OKX 那边它是小写的啊，这方向是买，然后成交类型就是市价成交，然后这个数量就是 USDT 的数量啊，拿 USDT 的数量去下单。这样下完单之后呢，我们就去提取它的这个 order ID 啊，就是 order ID 就等于这个里面返回的数据里面，它有一个叫 order ID 的啊。然后还是跟以前一样，比如说休眠3秒钟是吧？主要也是之前也讲过是吧？就是让他去这个给平台一点反应时间啊，然后就去查询他的订单，把这个订单号传进去，然后他就会进到这里面来啊。那么这里面来的话，它这个方法就不是这么写的啊，用这样，它有个叫 get order 的这个方法啊，它有个这样的方法，然后就是说这个不要打印了。如果说它的这个这是 OKX 的啊，币安的话是这样的啊，同样的啊，它这个也是全部大写的。如果它是已经订单状态是这样的，那就是订单已经成交了啊。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下单的方法是吧？那么我们要下单的话，我们首先是什么呢？我们要去查询一下，因为它是没有界面的嘛，是吧？没有界面的话，那么我们就这样啊。就是下单有没有下成功的话，我们是看不到的啊。我们直接把这个换成 BTC，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啊。也就是说，我在下单之前是吧？我先去查询一下这个 BTC 的余额啊，然后下完单之后，我再去查询一次 BTC 的余额，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没有下单成功是吧？我们可以来，我看一下，这些都不需要。我们来试一下啊。1.0， 那是说我现在有一个 BTC 嘛，订单一成交啊，那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 BTC 的余额是 1.0， 然后订单成交之后呢，变成了 1.08541， 就下单成功了啊。但是这个这里我们没打印出来是吧？然后看不到那个成交的数据。那么这次它是直接就成交了是吧？那不像 OKX 上次我演示的时候，它是始终成交不了嘛是吧？那个我上次跟大家说过，你说你换个时间去试就行了，那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这边的话，它是没有那个问题的是吧？它直接就成交了啊。那么我们其实我们应该在这里加个打印啊，就是看它到底下单下了多少是吧？然后我们才会去验证嘛是吧？那这样我们接着来写吧。我们先写一个减仓的函数，然后我们把它
全部减掉啊，减掉之后，然后我们来再重新下单的时候来打印一下，看它有多少个啊。因为这样看的话，你看不太出来是吧？所以说我们接着写这个减仓的函数吧。减仓的函数，其实它这个过程，其实它这个比较简单的啊，这个现货都是比较简单的啊。把这个删掉啊，然后它减仓是怎么写呢？首先啊，也是获取这个同样的，也是获取到这个，也是获取这个下单精度和最小下单数量，然后啊，它是通过这个方法啊，这个交易所信息来获取交易规则和交易对是吧？然后来提取到这个值啊，提取到这两个值。对啊，刚刚那里的时候我们没有用这个，我们没有用下单精度啊，因为它这个函数实际上它就自己去处理了啊。那么这里的话，我们要传入这个具体的数量的时候，因为这里实际上没有传具体的数量，它这个函数相当于什么呢？你拿这个，其实跟 OKX 那边是一样的，你拿这个 USDT， 你拿这么多 USDT 去下的时候，它这个函数自动把它转换成了可以下多少个 BTC 的啊。所以说这里的话，实际上我们没有传那个具体的 BTC 的数量，所以说没有用到这个精度啊。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要用到这个精度啊，因为我们要等一下我们要传这个具体的 BTC 的数量，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里的话要提取到这两个啊，数量小数点位和这个最小下单数量，那么它就是通过这个函数去提取的啊。然后呢，我们就要获取这个 USDT 的可用余额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获取这个 USDT 的可用余额，我都是复制过来的啊。通过这个 account 这个函数去获取的这个 USDT 的余额啊。这里的话我们就不这么写啊，直接等于这个 USDT 啊。不是，这个要等于 BTC 了啊，就是我们要查这个 BTC 有多少个是吧？你交易的是 BTC 嘛，那我就查 BTC 是多少个啊？就查我现在持有多少的 BTC， 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来减这个半仓嘛，是吧？然后我们来减半仓，那么就拿这个怎么来计算呢？就这么写啊。这里的话就是拿我们就是这个变量就是我们当前持有多少嘛，是吧？那么我这里比如说减半仓啊，减半仓你就除以2就行了嘛，是吧？那么除以2之后，这就涉及到我们之前讲过的为什么要用这个为什么要用到这个函数了啊？比如说像这个数量是吧？你这个数量再去除以2的话，它这个数量肯定实际上就是肯定会它有可能会不符合这个数量精度的要求啊。所以说我们这里呢就要用到这个函数，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啊，用这个函数去取几位小数，不四舍五入啊，不四舍五入。其实这里的话，其实减仓的话，其实你用简单一点的方法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四舍五入也没关系，是吧？就是说，比如说啊，我有这么多是吧？你去除以2，然后用四舍五入的方法去保留小数点位，只要符合它这个最小下单这个数量精度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原来我们在讲这个为什么不四舍五入的时候，是说你在下买入的时候，怕你的这个就是在建仓的时候啊，你如果不用四舍五入是吧？那有可能说那个数量它由于四舍五入了，它就有可能会造成你那个资金余额不足，是吧？这个我原来讲 OKX 合约的时候讲过啊，就是因为尤其像 BTC 这样的话，它单价很高嘛，是吧？你如果四舍五入的话，那么它多个 0.01 它可能就多个好几千美金是吧？或者好几百美金。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说了，我们必须要用
不四舍五入的这种方法。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减仓的时候，你稍微多减一点是没关系的啊。所以说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个函数啊，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函数。好，看一下。直接用这个函数就行了啊，也就是说，我把这个持有的数量去除以2，然后按照这个它的数量精度去裁减这个小数点的小数点的位数，然后它可以四舍五入啊，这个没关系的啊，就是你稍微多减一点没关系嘛，是吧啊？那么其实用这个方法也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就去也来判断了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最终减的这个数量啊，你如果小于这个最小下单数量了，这个是 float 啊，就是说，如果你小于这个最小下单数量，比如说他要求你最小你下单的时候最少要下 0.01 个，但是你如果减半仓之后，它已经这个数量不足 0.01 个是吧？那你去下单它肯定会报错嘛，是吧？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数量已经很少了，小于这个最小下单数量了啊，那么我们这里就说什么呢？比如说输出来这个数量太少了，就不减了啊，跳过这个操作，就不进行减仓了。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减，是吧？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减仓了嘛。那么这个减仓呢，它实际上就是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啊。然后这个数量就等于这个数量啊。同样的标的就是这个是吧？那么这一次呢，就是 sell 了嘛，是吧？是卖嘛？因为我们当时是做多嘛，是买入的嘛，是吧？那么你减仓的话，就是用 sell 去减仓就行了。然后也是市价成交啊。这个为什么市价成交？我之前讲了很多次了，不重复了啊。然后这个数量就是等于我们这个计算出来减半仓的这个数量啊。那么这一次我们都把这些数量都打印出来啊。然后同样的，这里也是拿到了它的这个 order ID 啊，其实就跟下面一样的啊。然后也是去查询它这个订单是不是成交了啊。这个下面有下划线嘛，是吧？这个是这个拍 chart 它那个代码检查的时候提示了我们在这个main 函数里面也这么写了，这个就是这重复了，所以它那里有个有个波浪线在这里，这个没关系的啊，不用管的啊。看一下，比如把这个数量也打印出来吧。这个我起名字就没那么规范了啊，这个演示嘛，是吧？我起名字没那么规范了，你可以自己去规范一点起啊。这个名称我就起的没那么规范啊。这样的话就完成减仓嘛，是吧？那么我们这一次来，这样吧，我们先，接着写吧。我们把这个平仓也给写了啊。这次我就不分两期了啊，一次就把它讲完。30多分钟了，继续吧。然后平仓是吧？平仓的话，首先也是啊，就像这样啊，你肯定要去获取你的持仓数量嘛。那么跟那个减仓是一样的啊，其实跟减仓是一样的，只是它更简单了啊。也是通过这个 account 这个函数去获取我们当前的这个 BTC 的这个余额，
然后呢，这里我就不判断了啊，我们就不用判断了啊，我们直接把它一次性，它有多少就卖多少就行了啊。所以这个数量就等于这个数量就行了啊，它有多少卖多少了啊。然后也是拿到这个 order ID， 拿到这个 order ID， 然后我们就查询订单有没有成交就行了嘛，是吧？那么这个标的也是这个标的，然后平仓也是方向也是卖啊，然后市价成交，是吧？这个现货其实挺简单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一次什么呢？我们先去给它平仓掉啊。我们先去直接把所有的这个 BTC 啊全部给它卖掉。那么对啊，我们还是这么来弄吧。也是先查询一次啊，看有多少是吧？然后我们平仓完之后呢，我们再查它有多少，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没有界面，我们也知道它这个数量对不对嘛，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像我们现在去运行的话，它的预期结果是什么呢？它首先会输出这个数量出来，是吧？也就是说，我先查询它现有的数量嘛，它现有的数量应该就是这个数量啊。然后我们去平仓，它就会把这么多的数量全部卖掉，是不是？然后它应该就会变成0了啊。我们可以来运行一下看一下啊。预期结果应该就是这样的啊，运行一下。它应该先输出 1.08541 啊，那 1.08541 就是我们当前持有的嘛，是吧啊？然后订单已经成交，那再查的时候它就是0了嘛，是吧？那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这个平仓这个逻辑是完全正确的，是吧？它原来有这么多嘛，平完仓之后它就变成空的了嘛，是吧？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啊。那么我们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次建仓的啊，建仓，然后我们看它下单下了多少嘛，是吧？那么我们要打印出来这个数量就知道了，是吧？就知道我下单下多少了嘛，是吧？啊，那么这一次运行，我们预期的结果是什么呢？预期结果它首先是输出的是 BTC 的数量是0，是不是？然后订单成交之后呢，它应该就是变成了我们的这个数量，就是我们建仓的这个数量，是吧？这是预期的结果啊。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那先是0啊，这是 USDT 的啊，这是 USDT 的数量，然后它变成了 0.98235， 也就是说它拿这么多 USDT 去下啊，根据当前的价格它下了这么多啊，那么我们这里就直接，然后我们直接减吧，减的话就用这个来啊。那么如果我们减的话，是吧？那么它首先应该输出这个数量，是不是？就是我当前已有的这个数量，然后我除以2，是吧？0.98235，我去除以这个不太会用啊，这是多少？我看一下，0.98235除以2，应该还剩下这么多，是不是？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啊。
它会输出来减仓减多少嘛，是吧？看一下有没有输出啊？减仓我们有输出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对不对啊？先输出这个持有的数量，持有的数量就是那个弄掉了，这两个都是那个122行，这里 float 这里强制转换一下，直接把这个日志给它打开吧，重新运行一下。那首先输出这么多是吧？这个数量是怎么输出来？这个数量就是我们当前持有的数量嘛，是吧？是这个打印出来的啊，就是我们当前持有这么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又重新获取了一次是吧？那实际上对啊，就是那获取了2次啊，反正它是获取了2次啊，然后第2次获取了这么多，然后去除以2的时候，它就是等于这么多。49115，你看这里是49115是吧？那么这里是49117，它就在这里啊，也就是说 BTC 你在下单的时候，它的这个数量精度应该是后面1、2、3、4、5是5位数啊。那么如果说我们直接拿这个数量去除以2的时候，它是等于这么多嘛，它就后面有6位数了是吧？所以说用这个函数啊，它就去对这个小数点位进行截取了。然后它就变成了这么多啊，也就是说我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数量，然后除以25，就减掉这么多，就这么多的基础上减掉这么多，然后还剩下这么多，是不是？这个最后的这个数量就是我们再次去查询的时候可用的数量嘛，就这么多嘛，是吧？那么这个逻辑没问题是吧？那么都是对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加仓、减仓、平仓的逻辑都没有问题啊，就通过这种方式去验证啊，因为它没有这个界面的啊，所以说大家你去做测试的时候是吧？你要首先去查有多少，然后你要记录下这个数字，然后你再去执行相关的操作，接着你再去查，这样的话你前后一对比，你就知道你这个逻辑操作有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没有界面是吧？你不能从界面上直接看得到啊，那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曲线来实现啊。那么这样就是币安的现货的一个简单的加减平仓的一个逻辑啊。行吧，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币安的现货交易啊。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啊。